下面你们提问的话呢，当然我回答的不好，但是呢，也可以大家共同交流。尊敬的索达吉仁波切，是这样，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一个创业者，在这边有一个自己的企业。然后我想问是这样，就是当今社会的人类这个自然灾害发生的很频繁，最近1-2年呢，地震呐、旱灾呀、水灾呀这些就是说发生的特别的频繁。因为现在就是说国家也讲究这个和谐社会嘛，但是就是我想这个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呢，就是自然界发生的这些灾害肯定也是跟我们人类有关系的，所以我想请仁波切开示一下，就是人类今后怎么做，尽量来减少或者避免这种自然灾害的产生和发生。谢谢。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每个人都需要关注的事。我也知道，从2001年到现在出现的自然灾害，远远超过就是前面的10年的这个2倍。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当然，作为宗教人士呢，有他的这个一些说法。现在一些科技人士呢，也有他们的这个说法。总的来讲呢，应该共同的地方，现在在后面的这些年代当中呢，人们都是不择手段的损害，就是整个这个自然，也就是说挖深山呐，摧坏各种地方的一些这个山岩、森林，甚至呢人们的大量的这种科技技术来损害这个动物等等，就这是应该是最主要的这个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呢，我们很多人们呢就是对现在这个心理的调整不足。心理调整不足的话呢，它的这个反射对人们也是带来各种这个灾难。再加上呢，众生这个共同造的这个恶业就会频频就是发生这个外境的不安。谢谢。尊敬的索达吉堪布，你好，我是清华同方下属一家企业的主管市场和销售的副总经理，一直学完了入行论，现在正在学前行。我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是在公司主管市场和销售嘛，所以经常会做一些项目，然后有一些项目呢，就跟竞争对手要做一些竞争，然后会从客户那边会去争取这个项目。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有很多做法呢，就这个市场的惯常做法呢，是违背咱们大乘佛教的一些就是原则的。但是如果呢是说完全是遵循就是大乘佛教这样的一些教法的话，或者包括您的一些教法的话呢，几乎可能很难做成一个就是拿到一个项目吧，会成功的争取到一个项目。所以到现在呢，我就这个过程，因为学习佛法时间越来越长的这个过程然后我就对这个就所谓的事业心吧，反而就会越来越淡。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是进步呢，还是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作为像我们这样还在这个在境中，就是还是在这个就是世间法要工作的这样的一些学佛的人嘛，应该怎么样去平衡这样的矛盾？怎么去处理？谢谢。这样的，一般我们佛教的观点来讲，就是作为在家人呢，以正常的这个生活，正常的生活当中呢，如果你是工人、农民的话呢，这个当然就是做农耕，还做这个工业的事。如果你是一个商人的话呢，那么就是正常的这个途径来养活、需求利润，这是这个合理的。当然，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每个人的目标和每个人的精神对数都是不相同的。本身做生意呢，实际上是欺骗，就是性质比较重的一种行业。在这个时候呢，很难免欺骗别人，很难免呢就是不说这个妄语，还有呢就是甚至很多有这个虚假的手段。那么这些呢
我觉得从我们真正的这个从因果或者说佛教的这里来讲呢，是这个不允许的。但如果实在是不得不做，那这样的话呢，恐怕一方面呢就经常就是做这个忏悔，那么经常呢就是以这样的途径所赚来的钱呢，就是做善事，尽量的克制就是危害就是他人的一切事实。上师你好，我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我现在呢，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呢，因为这个就是说咱们佛法弘扬，就是在这个汉地呢，就是说不知道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特别像我们这些都是在座的都是居士，就是比方说以我们这样一些个人的身份，就是对这个佛法在周围的有缘人士当中弘扬，有时候呢就感觉好像自己一方面没有那么大的悲心和智慧。然后呢，就是说有这个心，有时候没这个能力，所以想在这请上师开示一下，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尤其在这个汉地，大部分人都不信仰佛法的这种大环境当中，我们如何来把这个佛法更大的弘扬？感谢上师。我觉得弘扬佛法呢，就是应该是依靠一种缘分。佛经里面讲呢，不恭敬者不说法，无说法。对方实在是对佛法没有信心，不恭敬的话呢，甚至佛法呢也不要给他的耳边传授。这就是人们呢，祖宗是以他的选择为主，以选择为主。所以呢，我们如果实在是这个法就弘扬不开的时候呢，也没有必要特别强迫的去。但是因缘具足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因为时间长了，因为工作忙了，因为呢就是有私人的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应该把这个弘扬佛法是放在首位。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佛教的这个思想呢，对当前社会来讲也好，对过去也好，对未来也好，人们最有利的就是佛教的这个利益。以佛法来饶益的话呢，远远超过金钱地位来帮助别人。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就是不懈的这个努力。堪布上师您好，就是我是在那个清华大学做名就是编辑。是这样的，就是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常的时候会收到一些比如说发的一些很好的法物，比如说那个咱们的般若摄送挂件啊什么的。然后我想请问一下，比如说这些挂件假如要送给那个，就是比如说没有学佛或者没有信佛，但他们可能会喜欢送给他们，但他们可能就是有时候处理可能就是比如对待啊，可能有点小过失，就是处理的不是就是比他们放那些位置可能不是特别好，这样的话他们会不会有一些过失？那我们要不要送给这些不学佛的人？就是怎么处理这个就是结缘物，就是发给他们那些结缘的那些小东西，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我觉得偶尔的发心，可能这个还是挺容易做到的。就如何把这种心量能够放大，而且把这种善的那种信念能够让它延长更长的时间。因为平常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就是把这个发心这件事情给忘了，或者是变得很淡了。好，谢谢您。是这样的，你的第一个问题呢，比如说般若摄送啊、金刚经啊、般若心经啊，这些呢应该给别人结缘是有利的。密宗的有些特殊法本呢，没有得过观地面前，没有必要去结缘。那么像般若经啊、弥陀经啊这些经典呢，即使别人在那个挂在身上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因为不信仰佛教的人就是小心践踏等等，就是会这么做的。但实际上呢，你的心清净呢，对别人是有帮助的。你送给别人的同时呢，也应该提醒他，就是最好是不要放不干净的地方，应该就经常这个恭敬，对你的今生来世都有利。通过这种方式来结上善缘，有必要，也有很大的这个利益。还有一个我们发心的问题呢，其实是不一定是这个长期的
就像现在壹基金提倡的，就是一个人1个月发行，或者是这个1个礼拜当中发行的话呢，也是他们的一个志愿者。每一个人呢，就是在从中参与的话，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利益。当然，如果有自己的这个原理比较不错的话呢，就是长期发行呢，这就是对佛教的这个弘法者，也是呢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对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所以每一个人呢，如果不愿意做这个好事，每一个人都是很自私的话呢，那么最后就整个社会都变成了一种盲目。好，还有问题的举手啊。开蒙您好，我是那个清华大学的学生。您在演讲里面也提到了说，这个相信这个因果，相信今生来世这种对个人的这种生活上，然后做事业上都是有这种导向性的作用。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我们佛教徒出于对佛陀、上师三宝的信仰，然后比较容易接受这种观念。但是，一些受那个传统教育、这种唯物主义教育的，从小学一直教育上来的这样的人，使他们接受这种今生后世的这样的观念，并不是很容易使他们接受。我们佛教上会有一些方法，有一些推理的方法，但是这些推理方法可能未必会适合那个接受这种传统教育上来的这些我身边的这些同学们。能否请堪布就是用更容易使这个就是学生们接受的这种方式来能够更进一步阐述说这个前生后世的这种合理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即使我们相信前生后世的这种合理性，但是如何这个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以这种观念来指导自己的生活，指导自己的行为也是有些问题的。比如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吸烟是有害身体健康的，但是很多人还是一直会吸烟。就是说，前一个问题是说是否相信，另一个问题是说相信了有什么样的方法来时刻的督促自己，然后在生活中做正确的抉择。谢谢堪布。是这样的，你的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我们要逆转别人的这种信仰或者说是思想是的确也不容易的，尤其是我们从小读小学的时候，读幼儿园的时候呢，孩童的这个发育成长力，就是他的大脑的这种发育力是很强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自己的习惯呢，影响一辈子，所以我都很希望呢，现在很多学校里面呢，从小都是应该有一种三有三宝的这个观念。这一点呢，作为一些父母特别重要。就对自己的孩子的一生当中，如果想做一个好人的话，应该就是从小的时候呢，给他就是灌这样的这种教育。当然你长大之后呢，没有特殊缘分，没有前世因缘的人呢，恐怕是跟他一下子你让他这个相信前世后世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呢，也有一些办法，就经常讲一些故事。尤其是一些大学生的话呢，他从理论上是应该会明白的，应该给他进行辩论。辩论呢，你充分的这个理由呢，已经他辩不过你的时候呢，他虽然心里是可能不承认，但实际上呢，理论就是不能就是超过你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还会思考的，会思索的。万一真正人有前世后世的话呢，那我后世怎么办呢？会考虑就是自己的这个前途，就是这是我觉得有两种方法。有一种方法呢，当然从小的是用其他的方式来逆转，但实在不行的话呢，跟他辩论，跟他呢就是叙述这个你的这种观点的时候呢，有可能呢就是可以改变过来。然后第二个问题呢，也就是说我们明明知道就是有时候就是做的不对，但是呢可能以自己的烦恼和习惯，以自己的各种不良的这个行为呢，就是导致就是改不了，就像喝酒抽烟一样的。但实际上你如果
原则性的把这个问题看得特别严重的话呢，你恐怕不敢做。比如说，你知道如果是杀人的话呢，那么基森德是要关在监狱当中。这么严重的罪业呢，即使你生特别大的嗔恨心的情况下，也是你不敢杀人的。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真正是后世存在，你相信后世存在的话呢，那么你如果杀了众生，你一定会是堕入地狱。你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话呢，你不敢就是杀人，你不敢呢造恶业，否则的话，你地狱的这种痛苦啊，特别可怕。最关键呢，你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时候呢，你可能半信半疑。在这种情况下呢，造业呢就是正常现象的。如果你的信心就是非常大的话呢，一般来讲是绝对不会造业的。上师好，我是一名银行的职员，我想问几个问题。首先就是说，在我们工作中会出现一些应酬，比如说这个领导会让你负责去在饭店点餐啊什么的，他要求必须得点一些活的，这样就面临一些这个杀生的问题。那么呢，如果你不点的话呢，可能是违背领导的意愿。也会批评，如果你点的话呢，会直接造成杀生的这个罪业。那么有的也说过，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真心要是杀这个物命的话，但是你非得点不可，那么你可以回去进行忏悔啊，或者什么方面的。我想请问上师，如果遇到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如果是不是经常的这种又杀生又忏悔的话，会不会给自己造成一种习惯性的这种不好的现象？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也是接触佛教也有一段时间，也在这个工作中，在自己的身边的同学或朋友中，也去积极的去宣扬佛法，但是呢，会有的时候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也很难解答。为什么呢？就是说，在平时中会经常劝他们，如果是自己遇到什么困难的话，或者自己做什么事情的话，要经常的祈请诸佛菩萨的加持。但是呢，他们会这么讲，如果事情能够顺利的承办呢，他们说哦，那佛菩萨会加持我了，他们怎么样。如果是没有成功的话呢，我们会讲这可能是由于你这个无始劫以来的这个业力造成的一种这个果报。但是时间长了，他们就会说，觉得佛教就是这样的，说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就会两面讲，好的事情呢说是佛菩萨加持的，不好的事情呢就会说是你的恶业造成的。所以对于这个方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对他进行解释。再问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可能是在这个众多的这个不管是佛教徒也好，还是非佛教徒也好，他会有各种的因缘呢，会遇到一些上师。那么他呢可能是对上师也进行这个供养，但是后来听说这个上师会拿大家供养的钱去去建造一些宾馆呀，或者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些东西，所以好多人就在问，那如果下回再遇到这个上师的话，是不是还要供养？那如果供养的话，是不是也会同样的造一些这个业什么方面的？所以我有几个问题，谢谢上师。第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要么只有离开单位，要么呢只有就是电杀。但电杀的话呢，天天这样习惯性的忏悔呢，就是确实也是不太好不管怎么样，就是忏悔和不忏悔是忏悔很好除了这个以外，可能别的没有办法。因为你如果帮他去电的话，那过失肯定有的。就是这个众生，就拿一个众生，就是用你的指下命令，就是要杀这样的话肯定有过失的，所以这个必须要忏悔就只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做佛事就是成功的时候呢，就是是佛的价值；非成功的时候呢，说自己的业力。其实这并不是说是这个，这是佛教是完全的是处于一种两面的这个状态，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实践当中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一个人犯了这个错误，一个人犯了错误呢，这个家人呢就是照关系已经关系好了的话呢，那么就说是这个领导给我帮了，就是非常好。如果关系照不到，尤其是你犯的错误特别严重的话，领导也帮不上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说是个领导也帮不上忙，但是我们自己的这种犯的错误呢也太大了。所以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呢，也是实践上有这两面的过失的话呢，那么佛教也有，但是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因此佛陀呢也是在有关佛经里面讲是特别无缘的一些众生的话呢，即使佛陀的描述呢，就是也无法这个救护的。因此这种过失呢就是并不仅仅是一个佛教的过失，我们实践当中也可以观察。还有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看这个上师们呢，就是造一些什么宾馆灯啊，就是这些呢，当然是具体情况呢，我也不是很清楚的。但也许呢，就是这些上师是通过这个建这个宾馆呢，就建钱呢，就是也宾馆赚来的钱呢，就是是不是做这个善事？如果不是的话呢，下一次再给上师这个什么锦上添花有没有必要？就是这个自己的问题，应该自己三思，自己观察。堪布您好，我是您的一个弟子，也是2外的一名学生。我想问您一下，就是在城市，尤其是在汉地，就是情执特别重的人特别多，就是因为感情特别痛苦、特别执着的年轻人就是特别多。然后就是从佛教的方法里面，比如说用空性的方法，也许可以解决。但是这个方法比较难，尤其对于我周围这些不信佛的这些同学里面来说的话，我没法帮助他们，就通过这种方法帮助。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通过做善事回向给他们，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法帮助年轻人解决这种情执的问题呢？谢谢。情执的问题的话呢，我觉得确实是在大城市里面呢，尤其是汉地。非常严重。我以前去过一些其他的欧美国家，但那里又是有，但据间接的了解的话呢，恐怕就是不是那么多的。在我们藏地的话呢，基本上是以情执而自杀的，就几乎没有听过，没有听过。这就是可能是对这个信仰呢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要对着他的方法呢，不仅仅是空性，可能佛教的一些无常观啊，还有一些聚集必散啊、因缘聚合啊等等，就这些道理来，如果说服的话，也许有缘者呢就是可以听的，但无缘者的话呢，恐怕是没有办法。汉地从小都是可能对这个感情啊，所谓的这个父母的教育啊等等，可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甚至呢，我们的这个网络啊、电视啊，这些都是习惯性的一种传统性的执着。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情执而自杀的、情执而痛苦的人呢，就是汉地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具体有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呢？确实也有一定的困难。尊敬的上师仁波切您好，刚刚听到了您对这个藏文化的养生修心法做了介绍。那么作为弟子呢，我想请问一下上师，介绍一下我们传承在这方面有哪些祖师大德所著的著作，这样我们可以学习了解一下这个比如说具体的这种调呼吸的方法呀，还有这个刚刚您介绍的这个观文字啊等等。谢谢仁波切。具体是大圆满心性修习当中呢，就是也有部分的，还有呢，就是大法华王的僧祇次第的，如果得到灌顶的话呢，那么就是上师心地和直至心性的教养当中也有不同的教具。
还有问题吗？上师你好，我叫苏林奎，是在一家公司做投资的。那个经常碰到这样的很多这种同事朋友啊，说你们信佛教的信六道，那你怎么证明有地狱？所以想请上师看有没有其他善解方面的方法，给我们做个开示。是这样的，我们像那个地狱的这个存在呢，佛陀在佛经当中呢，就是讲了这个六道轮回，人道、天道、阿修罗道，还有这个恶鬼道和旁生道、地狱道。那么这个地狱的这种存在呢，就是第一个是高僧大德的这种亲身的这种见闻。就像汉地呢，就是专门有地狱游记，就是有些高僧大德呢，就是亲自就是到了这个地狱，就是他的这个亲身体验来可以证明的。还有呢，佛经当中呢，就是已经记载就是地狱的这个存在。那么佛经呢，现在就是任何这个科学也好，智的这种学问呢，就是不能就是破斥，没有破斥到，就是到目前为止。佛经里面所讲到的旁生所有的千真万确，人类所有的包括他的感受苦乐都是千真万确。那通过这种推理呢，那么这个地狱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存在的。如果佛经是这个不合理的话，那地狱不存在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找不到一个不合理的地方。再加上呢，就是我们这个高僧大德也好，就是很多众生呢，就是确实也是经历过地狱，有些是通过他的回忆就是可以感受，有些呢就是他的这种这个存在呢，就是另一种方式。所以现在有些人说，如果地狱存在的话呢，什么用这个让我指点出来，就是这个佛经里面也并没有讲是我们肉眼能看到的，但是造了恶业之后呢，最终肯定会是具有这个地狱。地狱的原因呢，佛陀的这个金刚语，佛陀的这个金刚语呢，是真实的，不虚的。那么通过这种推理呢，就是可以说这个地狱的存在。就像我们现在世间的从来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呢，那么科学家呢，就是通过他的这个研究和推测呢，他已经发现了。其他的老百姓呢，就是虽然暂时不承认的，但是一定到他的思想到了一定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呢，才发现原来科学家所说的是确实这个真实无欺的，就像是这样的。好，谢谢大家。索达吉堪布呢，是一位学识非常非常渊博的堪布，但是呢，我们今天是出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题目，但是呢，堪布用非常深入浅出的语言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精彩的演讲。那么我们也期待着未来再有机会聆听堪布更深入、更深刻的佛学的演讲。最后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一次感谢堪布的演讲。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在座的朋友到清华科技园参加今天的这个讲座，也谢谢大家，祝大家晚安。